各位评审、各位老师，大家好。我今天要发表的题目是用 YOLO 辨识与分类资源回收饮料瓶。我们的研究动机是，我们在校园中要做的是有回收分类，但是呢，常常因为同学们跟外来访客的疏忽，导致分类效率低落，分类错误。有一次，我跟家人一起去参加了日本东京未来科学馆，当时的展内展示了非常多种机器人，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的辨识型机器人。我那时我就在想，这个技术应该能帮助我们解决分类效率低落的问题。于是我们回到台湾之后，就开启了一连串的讨论。我们在思考如何能够利用人工智慧技术来解决资源回收分类效率低落的问题。我们旨在探讨提高探讨提高资源回收饮料瓶的辨识几率条件作为通用型人工智慧资料集训练的依据，并进一步应用于资源回收厂的任务，协助民众更容易了解资源回收分类的方法，并提高工作的乐趣与效率。而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提升，资源回收逐渐成为社会永续的一环。但是呢，饮料瓶的分类却常因人工辨识效率低落与准确度不一，导致分类错误、回收成本上升，甚至影响整体回收成效。因此，本研究希望运用人工智慧中即时物件辨识模型 YOLO 第12版，开发出一道具备高准确性、高适应性、可用性广的分类辨识系统。我们希望能建立一个通用型的人工智慧影像资料集与可扩充的多层级分类模型，探讨在不同情况下如何有效提高分类的准确性，降低误判率，可促进该技术在校园、社区或自动回收机中的实际应用。我们讨论项目有：运用 YOLO V12 进行饮料瓶的物体操作，评估 YOLO 对不同外形、材质与外观特征之辨识能力。还有第二个，找出辨识中的主要因素与训练调整，找出影响辨识率的条件，针对资料集与策略进行优化。3. 发展具分类层次与扩充弹性的训练资料集。我们要模型训练不仅于辨识，能够到达分类应用不同场景的需求。还有我们的第4点，训练具通用性且可适用在不同设备的 AI 模型。我们要提升模型的通用性。最后一个就是实际应用于校园与社区回收厂。我们要预期的应用方向与未来。再来，我们设备有照相机机身 Canon M50，配上我们的定焦镜头，我们的工作站笔电跟轻薄笔电，还有外接镜头爱迪索跟补光灯。我们的软体器材有执行程式的 Python， 跟它的套件管理程式 PIP， 电脑的视觉库 OpenCV， 人工智慧辅助设计软体 Cursor， 影像标记程式 Label Image， 影像锐化程式 Canon DPP， 跟我们的辨识程式 YOLO V12。我们以人工智慧物件辨识侦测模型 YOLO V12 为中心，建构一套用于资源回收饮料瓶分类的影像辨识系统。透过图像资料收集、资料集标记、模型训练与测试，辨识准确度提升实验及分级分类规则设计，完成一个能够适应多角度拍摄条件与实际场景应用的影像分类实作流程。而我们选择了 YOLO V12 进行影像的训练与推论，配合 Label Image 进行标记 ，OpenCV 即时处理影像的，然后 Canon DPP 则进行影像锐化，并在 Python 的 3.8 跟 3.10 中进行模型训练。我们一开始以手动初期
手动收集4种常见资源回收瓶饮料的照片。这些瓶罐涵盖4大类：金属类、玻璃类、塑胶类跟纸类，特别着重于拍摄角度的多样性。而我们的分层分类架构设计有：第一层，我们是以主要材质来分类，有玻璃类、塑胶类、铁铝类跟我们的纸杯。第二层的话有附加结构，像是纸杯类是会有杯盖、隔热套；塑胶类则以行政院公告分为7大类，如 PET、HDPE、PVC 等。我们这边以最常见的 PET 为训练重点。3，我们结合了语义分类、名称分类，而我们的分类表如下。我们为了使系统更具未来应用价值，我们参考了多国的回收制度进行设计，像是我们日本的涩谷区采极致的分类，家庭垃圾区依玻璃、陶瓷、纸类、饮料罐等分类后定点定时投放。德国的偏离超市进行饮料瓶押金制，消费者购买饮料瓶时需付押金，将饮料罐投入回收机时将会得到抵用券，成功鼓励回收行为。而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像是 YOLO 的环境建制复杂，需安装多项 Python 函式库的深度学习条件，对初学者而言具有门槛。影像标记耗时又繁重，45种瓶罐，每瓶拍摄24张，需标记超过上千张图，极耗人力。你照片锐化带来的效果有限，我们的照片品质本身已经很好了，所以我们锐化带来的提升空间有限。我们的实作设备也有差异，像是我们用有 GPU 的笔电跟轻薄笔电接执行任务，实际效能有明显的差异。而我们也参考了几篇我们的历届科长文献，像是明111年的基于影像辨识之智慧冰箱学习系统，跟同年提升户外物件辨识模型与表现之研究。而这2篇文章皆显示了能用 YOLO 进行物体辨识的效果佳。而 YOLO 的训练流程图大约可分为收集资料、分类、标记、显示结果，再训练显示辨识结果是否提高准确率。而结合上述，我们以 YOLO 闭塞为核心，建立一个以通用性高、分类层级完整、辨识率高、实用性强为特点资源回收饮料瓶影像辨识系统。而我们实作流程图如这个图，一共有14个步骤。而我们也有将照片的数量进行了调整，像是第一次训练时，我们的训练集仅有116张，验证集也仅有44张，平均辨识率只达到了61%。而第二次训练，我们增加了照片数量以及角度，我们训练集增加到了880张，验证集增加到了176张，平均辨识率竟然提升到了83.67%。而第三次训练，我们将照片进行锐化，所以训练集跟验证集的照片都进行锐化，而效果的有效，平均辨识率成功提升到了88.53%。我们的研究结论有 ：YOLO 模型具备良好的辨识能力。我们为了验证 YOLO 是否位在资料库的饮料瓶，我们特别选了10种位在资料库中的饮料瓶进行测试，结果有9种成功被分类到正确的类别。2. 群众参与建构资料库与未来应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标记与拍摄图片最为耗时耗力。若未来能够导入游戏设计，建立一个以垃圾分类游戏为核心的线上平台，透过公众上传与标记资料、竞赛机制结合鼓励与参与，不仅可大幅减轻开发成本，也能培养全民环保素养。然后便能让我们的模型更广泛辨识，然后增加成功率。3. 我们的潜力以及应用方向。我们研究成果在应用构想上的展现均可行力，有以下的发展潜力： 1. 我们可以结合机器手背进行分类； 2.
我们的辨识模组可以导入自动回收机。3、训练后的模型可以转换为行动的版本。我们得到的总结是，研究证实，运用 ULV12建立资源回收库的系统具高可行性。透过多视角收集、影像品质锐化与系统性分类设计，及系统即时显示的辨识率可从6成提升至近9成，展现高度的应用潜力。而我们参考资料有科展说明书李佩成，明111年；科展说明书曾廷汉，明111年等。谢谢各位聆听，我的发表到此结束。